80岁正是闯的年纪，两儿子微微出手，老干妈都差点干倒闭。陶华碧78岁出山救子，3年干回巅峰54亿。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互联网盛行的时代，国民老干妈却几乎隐身了。看似躺平的企业，在老太太出山后，2024年营收高达 53.91 亿元，距离2020年 54.03 亿元的历史巅峰仅一步之遥。不上市、不贷款、不蹭流量，老干妈凭什么在这个疯狂内卷的时代，关起门来数钱数到手软？这瓶辣酱的霸主宝座真的还能坐得稳吗？创始人陶华碧，一个只读过3年书的农村妇女，靠着独家秘制的辣椒酱拌凉粉，硬生生从一个40人的小作坊炒出了一个年入数十亿的商业帝国。老干妈的巅峰大约在2014年。那一年67岁的陶华碧觉得功成身退，把一手养大的孩子交到了2个儿子手里，大儿子管销售，小儿子管生产，分工明确，看起来是标准的子承母业，但剧本很快就跑偏了。为了控制成本，接班的儿子们打起了原料的主意，将老干妈风味的灵魂贵州辣椒换成了更便宜的河南辣椒，还把古法配方人工酿造全改了，换成机器生产线，味道全变了。这一换直接动摇了根基。社交媒体上老干妈变味了，不香了的吐槽铺天盖地。更棘手的是长子李桂山还以个人名义跨界投资房地产，结果项目烂尾，本人更是被法院先后19次限制高消费。虽然这与公司经营无直接关联，但无疑给老干妈的品牌形象蒙上了厚厚的灰尘，后果立竿见影。公司的营收从2016年开始一路下滑，到2021年年营收已从 54.03 亿元的巅峰骤降至 42.01 亿元，几乎被外界判了死刑。眼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江山风雨飘摇，2019年时年72岁的陶华碧坐不住了，决定重新出山。老太太回归的第一把火烧得果断又猛烈，立刻马上全部换回贵州辣椒。为了挽回口碑，她甚至亲自下令销毁了价值上百万元的500吨风味有偏差的产品。第二把火则烧向了时下最热的线上营销。陶华碧并非没有尝试过，2020到2022年间，老干妈也试水过直播带货，但效果却尴尬的抠脚。有数据显示，其抖音旗舰店曾试播4个月，新增粉丝不到5万，总销售额仅80万元，还不够一场像样营销活动的零头。陶华碧算了一笔账，果断选择退网。他看得明白，一瓶8到15元的辣酱客单价低，根本覆盖不了高昂的流量成本。与其把钱烧给平台和主播，不如全花在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上。这位辣酱女王用最朴素的管理哲学，完成了对公司的铁腕校准，不玩虚的，只来真的。在人人焦虑、个个内卷的今天，老干妈的逆袭堪称一股清流。她凭什么能闷声发大财？秘密就藏在下面这3大法宝里。第一，把产品品质焊死在基因里。陶华碧有句名言，我只知道炒辣椒，其他什么都不懂。这话听起来土，却是老干妈最核心的竞争力。为了这份懂，老干妈把品控做到了极致。香菇要用游标卡尺量大小，黄豆发酵时间远超行业标准，连瓶盖里的塑料垫片都换成了婴儿亲肤级材质。回归后，陶华碧还干了一件大事，投入巨资在贵州遵义、毕节等地建立了专属辣椒种植基地，从源头锁死风味和品质。2022年，面对原材料等成本上涨，老干妈大胆地对全线产品提价 5%、-15%， 市场不仅接受了，营收反而因此稳住了盘面。消费者用钱包投票，只要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多付1-2块值。第二，把线下渠道铺成铜墙铁壁。当对手们在线上流量红海里杀得头破血流时，老干妈早已在线下筑起了无人能敌的万里长城。它的渠道网络深不见底，拥有超过2000家一级经销商，产品渗透到全国600万个终端销售网点。从1线城市的大卖场到18线乡镇的小卖部，只要你想买，抬眼就能看到那个熟悉的红色瓶盖。更厉害的是它的财务模式，先款后货，概不赊账。这意味着老干妈拥有极其健康的现金流，应收账款为0，完全不需要看银行脸色，也从不欠供应商钱。这种底气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堪称异类。第三，把海外市场变成降维打击的新蓝海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瓶土味辣酱在海外可是奢侈品般的存在。在国内卖8到10元一瓶的老干妈，在欧美超市的货架上能卖到3减5美元。从2019年至今，老干妈的海外版图从90个国家迅速扩张至160个。它的出海故事也很传奇，最初是留学生带出去的乡愁解药，
后来被海外美食博主发掘 ，TikTok 上流行起了老干妈配黄瓜等新奇吃法，甚至被抹在面包、拌进沙拉，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。2023年，其海外市场增速高达 30%， 远超国内行业平均水平，营收重回54亿，老干妈就能高枕无忧了吗？远非如此。市场份额一度占到全国辣椒酱市场的半壁江山，老干妈无疑是这个领域的绝对王者。但他这个霸主的位子坐的就那么稳当吗？2024年 53.91 亿的营收，相比2023年的 53.81 亿，增幅只有可怜的 0.18%。这微弱增长背后是产品结构单一的硬伤，尽管老干妈有20多个单品，但消费者记得住的几乎只有风味豆豉和鸡油辣椒等寥寥几款。这么多年，它始终没有打造出第二个像样的王牌单品，说1000到1万，老干妈最大的隐忧或许不在市场，而在自家的饭桌上。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，陶华碧女士已经78岁了，她是这个庞大帝国的灵魂，是定海神针，是最后的质量守门人。但自然规律无人能敌，她不可能永远站在生产第一线。而两位儿子过往的表现，已经让市场对其接班能力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。专家直言，接班人是老干妈当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，未来是平稳过渡还是再度动荡，无人能知。而且江湖上众多挑战者已经出现了，最典型的代表是一个叫虎帮的品牌，他知道在超市货架上和老干妈硬碰硬是不可能的，于是他选择了一条邪路，外卖。你可能没专门买过虎帮，但你一定在点黄焖鸡米饭、麻辣烫时见过那个黄色的小包装，作为凑单满减免运费的小料。虎帮就靠着这个不起眼的外卖办理身份，硬生生啃下了年营收6个亿的市场。而且虎帮、川娃子等纷纷推出零脂、低脂、辣酱，迎合年轻一代的健康焦虑。而老干妈依然坚守着高油高盐的经典配方，这既是风味的保证，也可能成为被诟病的原罪。陶华碧坚信上市就是圈钱，会让企业分心忘本。这套3不原则，不上市、不贷款、不融资，在过去成就了老干妈，让它免于资本的压力，能够心无旁骛地打磨产品。但硬币总有另一面，不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，意味着扩张速度会更慢，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弹药可能更单一。当对手们用资本加持疯狂烧钱换市场搞研发时，完全依靠自身现金流滚动发展的老干妈如何保持后劲？当无数品牌沉迷于用营销创造需求时，老干妈几十年如一日，只专注于满足下饭这个最基础、最永恒的需求。他用极致的品质控制、强悍的现金管理和深不可测的渠道网络，筑起了一道看似朴素，实则坚固无比的城墙。他的54亿营收是一瓶一瓶、一箱一箱，从最广阔的线下市场里实实在在卖出来的，而不是在虚高的估值和沸腾的流量里炒出来的。然而时代在变，消费者也在变，老干妈的成功方程式能保证它下一个10年的繁荣吗？毕竟市场这个江湖永远敬畏实力，但也从不相信永远的霸主。